嗨，大家好。最近关于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话题异常火爆。那么这个莱克多巴胺到底是什么？猪饲料里为什么要添加这个东西？人吃了它的猪的肉又会有什么变化？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莱克多巴胺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贝塔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也就是俗称的贝塔兴奋剂。作为药物可以用于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症、肌肉萎缩症，而如果用于牲畜饲料，可以助长猪、牛、火鸡牲畜瘦肉，减少脂肪蓄积。从它的特性来看，被用作瘦肉精加入到猪饲料中就不难理解了。吃了瘦肉精的猪，当然比没有吃的猪瘦肉更多、更壮，更能卖出好价钱了。莱克多巴胺这款激动剂正是由美国制药公司研究出的毒性小、代谢快的克伦特罗代替品，属于第二代瘦肉精。提起这个克伦特罗，曾经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都因为误食而中招。首先，刚才也提到了，这种人工合成的肾上腺受体激动剂又称为兴奋剂。所以瘦肉精这东西曾经就成为很多国家优秀运动员的梦魇。拿我国举例，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78公斤级冠军中国选手童文，就因误食了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在2009年世锦赛后兴奋剂药检检测呈阳性，因此被禁赛了2年。而有相同遭遇的还有我国著名男子游泳选手欧阳坤鹏和美国女子游泳选手50米蛙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杰西卡·哈迪。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体育选手会中招呢？他们当然不会去主动服用这些兴奋剂，也就是瘦肉精，因为这东西本来是给猪吃的。但运动员长时间吃了含有此种瘦肉精的猪肉后，在身体里有了残留，日积月累之下，在兴奋剂检测中就很有可能会被检测出药物呈阳性。但是又不能只吃素不吃肉，这又不是登坛打坐比赛，奥运选手比的就是更高、更快、更强，不吃肉来增强体力怎么行呢？所以中国也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运动员饮食食谱和规范，尤其是奥运选手。看起来瘦肉精的确是运动选手的禁忌，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是就安枕无忧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含有克伦特罗的瘦肉精曾经给中国人留下了非常不好的记忆，这家伙曾经在广东、浙江、上海等多地造成食物中毒的事件，患者都表现为心悸、面颈和四肢肌肉颤动、头晕、乏力、心动过速、心律失常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排毒救治，很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禁止将含有克伦特罗的瘦肉精作为牲畜饲料。克伦特罗在上世纪80年代被美国一家公司研制出来，并开始在畜牧业中作为瘦肉精使用。那么作为克伦特罗的代替者，同样为美国公司研制的莱克多巴胺就没那么危险了吗？在医学上，莱克多巴胺肯定是不能直接用于人体了，只能用作药物或食物添加剂之用。与克伦特罗一样，都会起到加强脂肪分解、促进蛋白质的合成作用，还可以明显缩短生长期。而因为肌肉比脂肪更重，因此吃了莱克多巴胺的猪或者牛会更为精瘦，体重也会更重。所以牲畜业者自然对这种瘦肉精乐此不疲了。那么莱克多巴胺会比克伦特罗更安全吗？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1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会血管爆裂而死啊！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美国人的说法当然是了，毕竟莱克多巴胺是美国制药公司研制的，而使用最多的也是美国牲畜业者。美国称，在其测定的允许残留量下合法使用，将不会对人类造成中毒或短期危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即 FDA 也认为，在安全残留量内的安全性通过了科学实验，即在猪肉中残留的猪肉精数量为 0.05 ppm， 因此在1999年12月批准可以在饲料中添加使用，但不得直接使用于人体。但这 0.05 ppm 却是当时联合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规定上限的5倍之多。因此欧盟立刻跳了出来，你说实验通过了就通过了，你做的那叫什么实验啊？几乎都是拿动物来做样本，人体实验样本少得可怜，只有6例，而其中1例还因中途出现了心悸现象而提前终止。这叫什么通过了科学实验啊？而更为重要的是， FDA 口中所谓通过实验的所有数据均是由负责制造莱克多巴胺的美国艾兰可公司提供。你也不知道避个嫌，请个第三方不行吗？就这么硬搞，公信力从何而来呢？这些数据根本无法确定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其他副作用，而人体长期摄取残留的莱克多巴胺是否会造成健康问题，也都一头雾水。因此
欧盟率先禁用。紧接着，作为这个世界上食用猪肉最多的国家，中国自然也不遑多让。原因嘛，很简单，一是人口众多，二是中国人不仅仅只是吃猪肉，内脏通通都不放过，什么溜肥肠、酱爆猪肝、凉拌猪心、爆炒腰花等等，这些下酒菜的美味，作为大猪蹄子的男人想必都不会陌生。天蓬元帅想要转世，落在中国恐怕要小心了。中国人每年对猪肉这么大的摄取量，而且又有此前克伦托罗中毒事件的出现，凭你美国把莱克多巴胺吹得天花乱坠，中国不要就是不要。因此2002年，中国农业部、原卫生部、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中，莱克多巴胺的名字就赫然在列。这是最初对国内牲畜养殖业的规范进行限制，但那时并未限制莱克多巴胺在其他领域的使用。对外，我国曾经共检出33批次近1000吨的羊猪肉含有莱克多巴胺，继而停止了美国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其在国内禁用后，也渐进断了输入源。但是刚才也说了，此前的禁用只是限制了饲料中瘦肉精的使用，但莱克多巴胺在其他领域依然可用。那么一旦不良商贩将其弄来混在饲料中，又掌握不好剂量，这样反而会更加危险。所以到了2011年，工信部、农业部、商务部、原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6大部委发布联合公告，要求自2011年12月5日起，在我国境内禁止任何形式的生产和销售莱克多巴胺。自此，莱克多巴胺被断了个干干净净。除了欧盟和中国外，包括俄罗斯等大国在内的160几个国家也都禁止使用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瘦肉精，允许的只有20几个，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等等等等。用于猪饲料的瘦肉精添加物，大家想必听过，叫做培林，由美国的礼来公司所生产。当然，莱克多巴胺也可用在其他动物饲料中，比较有名的欧多福斯是给牛吃的，但目前只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印尼4国允许。汤马士被用于火鸡饲料，也仅美加2国使用。那么既然莱克多巴胺有这么多安全疑虑，又被绝大多数国家所禁止，那么美国为何还非要使用？难道美国人都不吃猪肉吗？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就是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是对猪肉的摄取量很少，即便吃猪肉也几乎不吃猪的内脏，而莱克多巴胺的残留量多集中于内脏之中，尤其以胃肠为甚，猪肉中却含量很少。所以美国人并不在乎猪肉中是否含有了瘦肉精。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只看到了表象而未看到本质。首先，美国人确实很少吃猪内脏，但并非完全不吃。比如 Hogma 即猪肚，这在宾州颇为流行，而像 liver mash 即猪肝、猪头肉、玉米粉等的混合加工品，更是在美国南方的一道常见菜系。如图 liver mash 长这个模样，是不是看着也挺好吃的？所以说，美国人虽然吃内脏的不多，但在南方确实存在以猪内脏为食的群体。那么，为什么美国的 FDA 还要批准争议如此之大的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瘦肉精在全美境内使用呢？美国不是一个最注重所谓人权的国家吗？这个就要从本质上来说起了。首先，莱克多巴胺是谁的专利？当然是美国公司了。试想，如果这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美国人还会用吗？当然不会。其次，将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瘦肉精添加到猪、牛、鸡的饲料中，最终谁将会获利呢？当然，第一个就是可以合法人工合成莱克多巴胺的制药公司了，另一个就是可以生产含有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公司，比如刚才提到的培林、欧多福斯、汤马士等等。再接下来就是应用这种瘦肉精，将自己的猪养得又大又壮又瘦的畜牧业者和后续的肉类加工业企业。由此可见，让一个莱克多巴胺合法化将会使如此之多的相关企业获利。那么这些利益相关者接下来的工作就很简单了，只有一个，那就是游说。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些企业，这些巨头公司对于美国 FDA 的影响力将超出你的想象。大家可以参考一部美国纪录片《食品公司》，此片揭开了美国食品工业的面纱，暴露了在高度机械工业下被隐藏的一系列不为人知的秘密。我相信在那里你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就这样，美国国内搞定了，接下来就是国际。美国政府经过多方游说，在2012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表决上，以69比672票的优势通过了使莱克多巴胺作为瘦肉精合法化的美国提案。自此，美国猪可以放心大胆地销往全球了。
但讽刺的是，虽然有69票赞成，但允许莱克多巴胺在自己本国合法使用或者开放进口的，却只有那20几个。我们细看这20几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是猪牛等肉类的出口型国家。很简单，原因同上，利益相关者太多了。当然不能挡人家财路喽。但像中国、俄罗斯、欧盟这种食肉大户已经给禁了，这销路没了还完个蛋啊！但不用替美国担心，胡萝卜加大棒，美国人不是早已玩得炉火纯青了吗？那么猪肉还能卖到哪里去呢？中东，你美国人再牛，也不能逼着人家阿拉伯人换信仰吧？这是要跟你玩命的。那么中东不行，还有哪儿呢？当然就是东亚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名单中还出现了如日本这样的肉类进口国。如图可见，一个很奇妙的现象，瘦肉精在日本国内被禁止使用，但却允许含有瘦肉精的肉类进口，这可真够奇葩的。想禁又不能禁，不想要又不敢不要。此图非常明显地展现了日本人面对美国那扭曲和纠结的心态。那么东亚还有哪些地方也开放进口了呢？听说最近台湾地区解禁了，而且还比日本更进一步。据某名嘴爆料，台湾不仅允许进口美猪，连岛内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使用也都一并开放并合法化了。所以我建议今后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对于肉类尤其是内脏的食用要格外小心了。好，本期视频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什么是莱克多巴胺，以及美国为什么要将使用了瘦肉精的美猪美牛销往全世界的原因。中美两国显然对莱克多巴胺的审查标准不甚相同，希望本视频对大家了解其中的真相能有所帮助。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